一咳嗽就遗尿，就用这2味药治疗。其实很多中老年妇女都有遗尿、漏尿的尴尬，但是小年轻遗尿就非同寻常了。话说有这么一个小学老师，姓刘，年纪才30岁，什么毛病呢？遗尿。晚上遗尿就不用说了，白天讲课声音大了，或者咳嗽了也遗尿。刘老师非常苦恼，因为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工作。他找了好多中医看，有的说是肾虚就温肾，有的说是脾虚就补脾，结果都无济于事。后来他找到了一名当代经方大家，姓赵，别的我不多说了。医家诊脉，发现右部寸关节弱，舌苔白润无苔，口淡不咳，口中津液很多，食欲一般，觉得从前医家从肾论治、从脾论治都没问题啊，怎么就无济于事呢？思来想去，他萌生一个想法，既然治肾、治脾都宣告无效，那咱们另辟蹊径，治肺吧。肺是娇脏，养肺也是养命。俗话说，人活一口气，一句话道出了呼吸系统健康的重要性。人可以一天不吃饭、不喝水，但是绝对不可以一刻不呼吸。肺司呼吸，主一身之气，其重要作用可见一斑。《黄帝内经》谓之相父之官，意思是说肺脏之于人体的地位就相当于古代辅佐君主的宰相。肺脏健康的话，其指挥调配的能力就强，气力越充足，其他脏腑就越健康。然而肺是娇脏，怕夹、怕热、怕燥，稍不留神，它便会受到外界有害物质的侵害。一旦肺的宣发素降出了问题，与肺相关联的脏腑会跟着受伤，而与肺相关的气管、咽喉、鼻、皮肤、涕液也会出现异常，引发肺系及相关脏腑的病症。肺之虚症表现为肺气虚、肺血虚、肺阳虚和肺阴虚4种。肺气虚者通常表现为舌质淡、苔薄白、脉虚弱或细弱无力，面色苍白，皮肤干燥、皱缩、瘙痒，形体消瘦，喘咳气短，流清涕，声音低切，畏寒，容易感冒等。肺血虚者表现为舌质淡、苔薄白、脉细弱，面色萎黄，咳嗽、卡血或痰中带血，头晕眼花。肺阳虚者表现为舌质淡胖、苔白滑润，脉迟缓或迟弦，面色苍白，神情疲倦，气短，咳吐痰沫，质清晰，量多，畏寒肢冷，易感冒等。肺阴虚者表现为舌红少津、苔少或花波，脉细数，形体消瘦，午后潮热，盗汗，五心烦热，声音嘶哑，咳嗽无痰，或痰少而黏，或痰中带血。根据肺的自身生理、病理特点及与其他脏腑的关系，肺之虚性病症的调补当遵循损者益之。于是写了一个小方子：炙甘草8钱，干姜泡透3钱，每日2剂。结果3天之后，遗尿大大减缓，口中的口水也减少了。又用了5天，诸症皆平。同时，肺主气，包括主管呼吸之气和主宰一身之气2个方面。如果肺气虚寒，就会一身气弱，纳摄津液无权，而且肾受到牵连，摄水失职，所以就形成了尿频、遗尿。这样的人往往有其他的一些表现，比如口水多，这也是肺气虚、纳摄无权的表现。其舌往往白润，口中不渴，口淡。更关键的是，这样的人右侧寸关2部的脉象都可能较弱，因为右侧寸关分别映着肺和脾啊。怎么解决问题呢？医家用的方子其实就是张仲景的经方甘草干姜汤，原方就是炙甘草4两，泡干姜2两，一般可用炙甘草12克，泡干姜6克。炙甘草用量倍于干姜，这里面炙甘草固护中焦，干姜能温脾，两者虽然都是补中焦的，但是脾土能生肺经，再加上干姜性上而入肺，能散肺寒、化肺饮，故而两者配伍起来，可以起到温补肺气、提振胸阳的作用。这就是所谓虚则补气木。总之，这个甘草和干姜的配伍，从温脾入手，以温肺为意图，以缩下焦小便为目的，
可以说通了一身阳气之用，其间妙处不可言喻。其实这个甘草和干姜的配伍到今天应用很广，除了尿频遗尿之外，还包括调治脾肺虚寒导致的咳嗽、痰多、腹痛、腹泻等等，应用范围很广。